台湾第一点。南瓜，那这跟这个呢？红色番薯，番薯，芝麻，对。对，芋头是没有芋头，这是玉兰花树吗？它的根在哪边啊？哇塞，车都挡不住它。爬树真的需要什么东西都用到了，手啊、脚啊、身体啊、全部啊，你全身的器官啊都要有了。你看，夜来香，它不是只有晚上你闻了会香，它拿来做菜还是这么香哎！而且这晚香玉笋它天生就有一个生味，对，有那个甜味，有点还好。这正所谓戏法人人会变，但是呢各有巧妙不同。面这件事情在台湾现在是很多人都在做，但是听说在竹山有一家原来是传统的面店，但是他们把它重新的规划过之后，他们不用机器，坚持日晒、阳光、风、空气，真的有这么大的魅力吗？我们来去看看他们的面到底有什么样的秘密。哎呦，你好，请问一下就是现在看起来都是现在做面都大家一定要这么缤纷吗？这里原来就是面店吗？对，我们是传统的面店转型。传统面店是什么？就是我们在一般大街小巷看到那种什么切拉米，然后前面有一个大的炉子，我们是供货给他们。而你们是供货给他们，对，就是大街小巷里面，你就会看到有一间，里面就是白白粉粉的。对，原本就是长这样。真的，你们原本是这样子，那为什么会想到现在要做成像这样子？就因为我们竹山人口可能市场越来越少，所以我们开始做一些转型，开始做一些可能小朋友在吃的面条，之后往外面去铺货。所以你就把这样的传统产业现在转型回来，因为也人口开始变少，你就让它变得更精致化。对。你们是用什么东西让它变色？我们是用天然食材直接添加，对，所以就会变成像这样子。这个是什么做的？这个是南瓜。南瓜，那这跟这个呢？番薯，红色番薯。番薯，对，芝麻，对。对，芋头是没有芋头，没有芋头，火龙果，对，火龙果。OK， 这不是芋头，这个是紫色番薯。紫番薯啊。这个呢？蔬菜。用蔬菜菠菜，哇，好酷哦！那这个是给小朋友吃的，所以它面条比较细，分量也比一般外面的比较小。对，所以它其实妈妈只要给小朋友吃，她只要直接把一坨加进去就可以吃了。好，但面呢，我也曾经有去问过，说为什么有些面吃起来的口感就比较有嚼劲，对，比较好咬的这种感觉，那有些吃起来就比较软烂，比较软烂。是因为我听说他们以前是因为加碱的关系，对不对？加盐跟碱。是吗？没有加。那你们是怎么做？我们是用它的制成的方式去让它那个，像我们面条其实这样不太会断，它是有韧性的，因为用日晒的方式，对，不太会断。一般面这样子弄早就已经啪啦。那因为我们面条成分是面粉跟食材而已，没有加盐，也没有加水，所以它是利用它制成的番薯去增加它的嚼劲跟它的弹性。好香哦！它有一个，就只有太阳晒过会有这个味道。对，它也比较蓬松。好传统的记忆的味道。你可能经过了某些巷弄，你会有这个味道的，这个味道的出现。对。第4代的制面厂小老板力拼转型，蔡明又说，在这句话的华丽背后，其实也曾经历很多的波折。转型当然不容易，把简单的流程改成复杂的流程，又增加了转型的困难度。除了日晒这道麻烦工序，取材天然也是他设定的目标。来，今天先来学一种。对，这个是红色番薯，台农66号。你为什么会选66号？你有挑过很多种？66号像我们这种竹山番薯，它这个算红色番薯。那66号的特性，它是比较绵密，没有纤维。所以因为我们的面条是直接添加作物嘛，那所以很适合直接把整个番薯加进去。对，因为面条你如果吃一次还有番薯的纤维，然后也蛮奇怪的。对，好。这也是你后来几年？你花了几年的时间？花了2、3年去测试。对，因为我们家面店蛮久，60、70年。60、70年。那你跟你们家长辈曾经在你要转型这样，他们有没有反对吗？对啊，有啊，从争吵中这样度过的。截止到我们品牌开始有一些知名度之后，你的销量才是超过就是传统的营收的时候，才会比较容易接受说，转型跟做新的东西是可以接受
筷子，基本上我连苍蝇都夹得到。回烫。修。哎，绵呢，棉好，它真的很绵呢，就是很像那种棉花糖的棉呢。你说66号？对66。哎呦，所以我们现在这样子把它蒸好了以后，我们怎么？然后接下来怎么做？先把它吹凉，先吹凉搅，就是变成泥，变泥。对，变泥再加上面粉就可以开始做。哦，好。所以这是和面的机器。对。它从这边这样一路下去，一直到下面就是面条了。对。超快。所以就是它不用等，中间都不用等。要，我们其实搅拌完之后还要经过几道手续才能变成面条。哦 ，OK， 那我们现在怎么做？我们先把面粉倒进去，好。哦呦，它这是有比例算好的吗？对。然后等下我让大家开始搅拌，边搅拌边下。对。我们就慢慢把它下去。但是这不用加任何的水吗？不用。都不用。对。它就有办法和在一起。它本身地瓜就有水分的。哦。然后我们等下炖一下，它就大概5到10分钟就开始变色。哦，真的吗？以前你也是这样做吗？因为我们以前是一般的面条是面粉加水对。那我们是用作物取代盐跟水嘛，所以我们制成更繁琐。因为一般以往他们加盐水是要增加面条的嚼劲。对。像我们可能负压的时间，就面条做完之后，我们还会需要让它醒面的时间。对。跟负压的次数我们也会调整，之后利用这些方式让面条的嚼劲可以跟有加盐水是一样的状态。它当然制成的会比较繁琐。看到了吗？就算用了机器，但是在其他流程还是很多需要花心思的地方。毕竟小菜所标榜的面条是纯天然的材料跟最健康的配方。他说，他做出来的面条是让小宝宝吃了也能健康的面条。而在这么严苛的材料条件下，又要维持面条的美味口感，所以他才回归最传统又复杂的古法来制作面条。我现在突然间发现一件事情，你们是不是跟做铝门窗的也不错？对，我们因为全部都是用铝窗的那个这是我们设计的，就是对上下才都会就是透气，对。其实因为传统的做法是用怎么竹筛、竹篓子，对不对？但是我有个问题哦，像现在你如果看到像现在的天气，对，你还会继续晒吗？就是你要随时警觉，只要一飘我们就快点收。就赶快收，对，快点收。有没有曾经没收到，然后滴到雨？有，你就眼睁睁看到雨之下之后，那结果呢？没有，它就完全不能用了，因为它全部湿掉，完全不能用啊。它不能用以后呢？喂猪啊。哦，也不要浪费就对了。对。这是晒多久了？这个我们目前大概晒1天多。1天多，1天多就已经可以这样了，但还没有到很完全干。还没有到完全干，没有到刚刚的那个楼下我们在看的那种。就现在还没完全干的话，水分还没有这么完美的话，它还是容易断。那你这样子还需要翻面吗？这个要翻一下，因为它下面这样才会平均。就是我们通常第2天会翻。那你怎么翻？这样直接翻啊？就是直接把它翻过来就好了。哦，难怪你需要这么多的人手。因为很多都是用手工去，都用手工这样上来就要这样，或者这样一直翻。对。那你如果顺手的话，蛮快的。真的吗？你有多快？来看一下你有多快。来。但我不太顺手。所以平常到底是谁在做？大家一起做。真的吗？我可以看一下。真的吗？对啊。来试试看，看你能有多快。预备，开始。这是玉兰花树吗？它的根在哪边啊？哇塞，车都挡不住它。茶树真的需要什么东西都用到。手啊、脚啊、身体啊、全部啊，你全身的器官啊都要有。你看，好香哦！待完得1点。来试试看，看你能有多快。预备，开始。其实就是一个乱翻过去。
因为我知道为什么，因为我们平常在翻面条，谢谢，拜拜。因为我们平常在翻面条的时候，你会怕它断，对，所以你会就很小心说，哎，不要弄断了，不要怎么样。但是其实不会断的面条，其实新手来翻，我觉得就都很好翻的。像我这种新手，青菜啦，反正它不会断啊，对不对？就这样。对不对？其实也蛮快，哎，有潜力。看来竹山很需要我。对，竹山青年。品牌成功的站稳了脚步，转型也算是成功了。但是小蔡很谦虚地说，他只是遵从长辈的叮咛，从头开始学习家传技术。因为面条不应该只是面条，而是一个制面经验的传承。这不就是我们最珍贵的台湾精神吗？哇塞，看起来蛮缤纷的。所以这3种这个是宝宝面嘛？这小朋友吃，刚才我们压的那个手指食物的面条，对，你要用手还是手指食物？手指食物是不是？所以它这里面都有不同的，对，不同颜色就代表不同口味。哎，这是如果小朋友来拿，这很方便。还蛮有嚼劲的。那好吃哎。你知道我吃面最怕吃到那种软烂。哇，真的是小朋友来，好清淡哦。你这什么都没加吧？没有加。洋葱、肉末、番茄，然后蛋。对，我觉得这样很好吃，很清爽，清爽。然后这个呢？这个是紫薯，这用紫薯的，对，紫薯的面条。紫薯面条下去做的，拌的是什么酱？沙茶。哦，好香。紫薯的沙茶酱。哎呦，你是不是很怕被喷到？但放心，不会，就是好这样特别。哎，可以耶，它没有那么容易断的，好过，试试看。看沙茶，紫薯沙茶。我喜欢面的那个嚼劲，我真的很喜欢这样面的嚼劲，而且你们完全没有再加碱加水，没有下去这样弄，我觉得很厉害，真的很厉害。用制成的方式带出它的嚼劲跟筋性。还蛮强的，好强哦！哇，今天可以吃好多种面。这个是我们刚才做的那个番薯。这是我们刚做的番薯。我们刚才现做，把它直接辣椒。现做的，试试看。这就是没有晒过的了。对，就是没晒过。试试看，没有晒过的看会是不是不一样？有哎，有那个蔬菜的味道，然后再加上那个辣椒，这辣椒香，试试看。所以你们在传统的做法，对，就是直接像这样做，然后送到面摊手上。对。所以这样吃起来是面的感觉，就是这个酱真的很好吃，就是新鲜的面的感觉。但是这个晒过以后，它有一种不一样的嚼劲。这个变 Q 了，这个是 Q， 它很 Q， 然后它也有嚼劲。那这个呢，它是一个有点韧性，它的韧性的那个感觉，哇，很厉害。我现在已经分得出来什么是晒过跟没晒过。就是你如果让我去以后吃到的面条，我大概就可以知道什么是，这个是有晒过的哦，有做砍皱过的，跟没有晒过，跟没有晒过的，哇，好舒服哦，好开心。哇，这里呢是新竹的香山，每个人经过这里都会想，为什么它叫香山？原因就是因为它很香，这里有非常多的花草香气，因为这里是北台湾最大的玉兰花农场，而且这里有一个镇店之宝，已经相传100年。走，来去看看玉兰花，玉兰花，这
这是玉兰花树吗？是这个什么？玉兰花是这样它的根在哪边啊？哦，在那边呢。哇塞，车都挡不住它。阿贵大哥，阿贵大哥，在这里，在这里。嗨，你现在在做什么？啊，在树枝啊。树枝。对啊。这是玉兰花的树是吗？对啊，对啊。我发现哈，我上去找你讲，还是你要下来找我讲？上来吧。我上去。好，我上去。从哪边？就从那个架子平台这样上来。这个。哎，你尽量踩那个14度。这里。哎。好。哇塞。那小心头哦。好。哇塞。哎呦。哇。玉兰花哎。玉兰花是这样的哦。哎呦，我觉得这会断哎。哇。我怎么好像在拍成龙的电影啊？都市计划是不是？哇，阿贵大哥，嘿，哇，来哦，哎，好久没有爬树了，而且这个整个就是好像爬在树上哎。你是从几岁开始爬树啊？从几岁？大概懂事，大概4、5岁就爬了。全部是种玉兰花吗？玉兰花大概有10棵，10棵都这么大棵。这边门口特别有照顾，比较大，屋后的就比较小一点点，比较没那么高，屋后大概1层多楼高，比较小一点。你以为是小盆栽？没有，一层多楼高，这个有3楼半的高度。哇塞！玉兰花对大部分的人来说并不陌生，特别是它那清新高雅的香气。但很多人可能没看过玉兰花树，尤其是眼前这棵超过100年、高达3层楼的玉兰花树王吧。阿贵大哥说，他们家的农场是北台湾最大的玉兰花产地。100年前，曾祖父种下了10株玉兰花，不但养活了一大家族，现在已经是3层楼高的100年大树。那我今天可以帮你做什么？我现在在梳枝啊。梳枝怎么梳？这个已经都这样了，你要怎么梳？你看嘛，这边我刚梳过了，所以光线就。我先让它有光线下来就对了。你要透，它花要开得多，就是要有阳光，要透气。你太密的时候，枝干太多。对。大家在竞争。大家往上冲，知道了。好，来，我帮你弄，我们就往上。这是真的是前人种树，后人乘凉。咱那边来啊，必要的传边蛋你。呵，树友来哦。哇！而且这种100年树哈，可以站在上面。你要小心那个脚下，因为这久了哈，有的烂掉。好在，好，在水里。他们这样玉兰花哈，有没有什么虫害？有什么虫害？你像那个一些什么金龟子啊，或什么啊？金龟子算虫害？也会来吃哦。一下勾追掉。别糖上来加哦。对，这个也可以去掉。像这里就锯到这里去啊。锯这里，旁边这个是活的。好。哦。这种软的比较难锯呢。也无关系，对啊，站的角度。哦。再，我先甲找一个我好去的角度。好，哦，像这样。没有，你看，这整个一个花苞都没有了。对，猪掌枝它就属于就没有花苞的。哦，你很会爬树呢。废话，在你家。做习惯了。我问一下。哇，按边锯的话，等下可以看到花，也可以采啊。好啊。哦，真的锯开来了以后啊，上面其实就有阳光下来了，哇！好舒服哦。玉兰花可以吃吗？可以啊，确定哈？哎呀，因为我看在北泡泡有反而就好吃饭，真的。
完第1点。好舒服哦，特凉。我叫起来就凉了。哦，你知道为什么凉吗？往下看就很凉了。好高哦！在哪边？你说在哪边？这边。你手搬这一只就是这个。哎，你看这个，这个是什么时候的？哦，好漂亮哦。这个是今天的花。哇，好香！这一朵今天晚上会开。所以也就是说，它的花一定要像这样有开了，对，它才有香味，因为我刚刚闻到的是，你看这边，哦，这个很香，但是这个没有味道，树的味道。对，这个没有味道，所以是这个是有味道的。所以我们要采的话，如果说你晚上要采，是采这种，对，是采这种，要把这种采下来，它可以放24小时。对。哇，那你刚刚说平均一天的需求量会有多少？你要采几斤？你如果是一般日子的话，可能大概要采个，因为我们只销新竹市，对，所以大概采个30、40斤，30、40斤就够了。如果说多如果是那个初一15大日子，对，多少斤？嘿，那可能就要采个40、50、60，比平日大概再多10到20斤。哎，你知道站在这种树梢上的感觉好舒服哦。我觉得好羡慕你哦，从小爬树爬到大呢哈。没关系，有兴趣可以来打。好哦，来再继续，我再帮你锯。在哪里？我怎么看不到花？哦，这个树枝一直刺到我哎。哦。那像这个棚子，你们都还会在固定时间再搭过是吗？找时间维护啊，它确定不会掉下去了哈。不会啊，你要更好啊。我要吹姐，吹空白有灰不？哦，你看这边呢？哪边？这边就有啊。哦，我看一下。这个不用锯哈。那个不用锯。好。在哪里有？可以给我一朵花看一下。哇塞！这一朵是昨天的花。这昨天的花哎，你看。我看一下，有没有锯子夹住？哦，在爬树哈，真的需要什么东西都用到了，手啊、脚啊、身体啊、全部啊，你全身的器官啊都要有了。你看，小豆，哇，好香哦！哎，昨天的花都这么香哎，哇！你往这边来。好，我马上过去。哎，雅琪送你，我来了。但是你知道，你叫我去的地方，我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扶呢。你动作我洗。好。我无物件当好花，对对啦。你看，像这里就一朵了。哪里？我看一下。这边。你家球柜。球柜啊。哎。加。他这样买就可以啊。碎。他买就可以啊。这个是要锯掉的吗？这个不要锯，这个不要锯。还有花苞就不要锯。我摘一下，我把它摘下来。在这里。哦，人讲吼，树基若够好栽，就唔惊树尾做风台啦。来，哇！你知道玉兰花什么时候闻最好吗？就是你全身都是汗的时候。你知道闻起来啊，会瞬间好像心里降温了，因为他就觉得好清爽，而且是那种清爽的感觉是，应该很久没有过这种，就是好像那种小的时候在乡下啊，或者你小的时候坐到那种还不是黄色计程车的时候的那种感觉。对吧？好香哦！贵大哥，玉兰花可以吃吗？可以啊。哈？可以啊。你吃过吗？不过有，你吃过？小的时候有吃过。哦，它什么味道？啊？它什么味道？你试看看啊。要体验才知道啊，用形容我不太会形容。我发现他很聪明呢，要骗他吃不到呢。骗我吃？我吃过啊。真的？我真的吃过啊。确定哈？哎呀。你无看迄白泡泡幼面，看了足好食款。真的啊。没有，你要含久一点会回甘。我怎么觉得含久一点会回甘的，没骗你。好苦啊！有够苦的，骗我！你把它吃久一点会回甘啊，没骗你啊。好像，比苦茶还苦哎。你
这反应跟我以前刚开始吃的时候一样。哦，好像在吃什么药哦。哇，哎，这就做呀。对啊，它那贴的花瓣它不会受伤。我跟你说哈，就是玉兰花哦，你闻的时候很香，对不对？吃的时候很苦，但是你吃到苦了以后再闻没味道了呢。对啊，它的苦已经影响到你嗅觉嘞，没有味道嘞。通哥，来，为了让大家见证奇迹发生的时候，你试试看，你可以吃一小半就好，不用吃真多。像我刚才咬下去，对，咬好。什么感觉？就苦的嘛。很苦，超级苦。好，再来，苦完了对，来你闻一下。你这么品无什么，一定就无味啊。哎，真的呢，无味对不？对，马上味道不见了。对，哎，怎么会这样？哎，我失去嗅觉。大哥说，玉兰花的产季主要在端午到中秋这段时间。至于这3层楼高的玉兰花树网，算是农场的活招牌。而要贩售的玉兰花，其实是有专门的栽种区，果树都已经经过矮化，更方便作业。因为玉兰花入叶后才会开花，而且香气最浓郁。采收时得带着头的摸黑闻香，像寻宝一样在树丛里找寻充满儿时记忆的玉兰花。舒服哎，真的。流汗后就坐下来就舒服。我觉得就是，以往这样算花农嘛，对不对？哎，对。农忙完之后的乘凉是不是最舒服的？就一副哇。我现在就有感觉这种哎，就是放松嘛，放松，然后有微风吹来，就真的很舒服。而且你自己这里，因为你们是花农，所以你不只有微风，你还有这种，而且这里夹杂的好多香气哦，因为旁边还有种其他很多花，真的很多花。你们是你说，你像这周遭啊，你看到的啊，桂花啦，桂花，含笑啦，含笑花、樱花、茶花，哎，反正都是观赏用、闻香用的。是，所以你有些名字我还叫不出来。是哦，你们从以前从哪一辈曾祖父那一辈就开始做这个？哎，曾祖父就陆陆续续这样子在传下来，啊，越种就越多，啊，种果树也有，巴拉类木最基本的，一枝龙眼。这里已经基本上就是往香山这边来，就真的是来找香味、分香。看你林姐凉，这不会又是苦的吧？不会苦的，确定？你看这那么明显的东西，对不？甜的，闻起来是甜的。啊，你品这个品好香哦。无讲哈，无讲哈。哇，我没有喝过玉兰花泡的茶。它这个煮下去以后，香味会降低，因为也蒸发。对，也蒸发。所以我们喝起来，哎，有那个味道。对，淡淡的。好，那你闻起来，哎，就是浓郁。因为毕竟它是这个花下去煮了以后。对。它蒸发了大概可能剩大概3成左右的香味。好。盘根错节的玉兰花迷宫，经过疏枝整理后，更多的阳光和空气可以从4面8方透进来，提高叶片光合效能，让100年玉兰花树累积养分，再延续下一个100年。喝着用汗水换来的玉兰花茶，格外的沁凉舒畅。阿贵大哥说，他们家除了种玉兰花，还有另外一种香花，跟康熙皇帝有关系。想知道可以去找他的弟媳钟大姐。哇，我已经从那个不知道哪个山头来到这边了，应该是这个吧？大姐。嗨，你好。听说这边有一个康熙命名的花香味是什么？
哦，晚香玉。晚香玉。对，因为它晚上开很香，所以康熙非常喜欢这个花，所以他亲自命名叫晚香玉。明明好好的夜来香，他不叫，他要叫晚香玉。对呀，就是比较文气就对了。就是因为晚上特别香，特别香，它的香气就是晚上。对对对。晚香玉啊，我们会称夜来香。夜来香。对 OK。所以你现在在种的是老姜吗？不是啊，就是康熙命名的啊。哈？康熙命名的啊。等一下，康熙，你是安怎？这个东西你叫它晚香玉？是。它不是老姜吗？夜来香，它不是只有晚上你闻了会香，它拿来做菜还是这么香哎，好香！而且这晚香玉笋它天生就有一个生味，对，有那个甜味，好好吃哦，比芦笋还好吃。台湾第一点，这个东西你叫它晚香玉，是，它不是老姜吗？看起来好像老姜，这个是什么？真的是这个吗？夜来香长这样？是啊，这个是小的种球啊，对，是大的啊。这不是芋头吗？不是。哎，说实在哦，哎，真的不介绍还不会有人知道哎。你在旁边看到，你搞不好就觉得啊，哎，这芋头啦，对不对？结果不是，它是晚香玉，夜来香。对。啊，现在种下去多久会开花？预计11月。11月。对，11月底。对。3个多月。对。哦，这样到3个多月就开花了。哇，好强哦！看来它的生命力，这个为什么？比较小。比较小啊，一般小的话，我们种的话会用养球的方式，对，就会种比较深。OK， 深它养球把它养比较大，它长出来的开的花比较健康。怎么种？你教我一下好不好？好，来。哇，所以你说要怎样？对，那我们离一个手掌。对，离差不多20公分。对。然后挖一个洞。这里挖一个，要多深？不用多深。你说这个要比较深？对。啊，我们现在先种大的。我先种大的，我们只要跟它平就可以。对。那这很简单啊。对，很简单。就这样啊。就这么简单啊。啊。对啊，这样种它就会长2、3个月后开花哎。对，没错。就这样就可以。对。哎，真的是赶我1点管哎！你在路上如果看到这种类似像芋头的东西捡回家，它会开花哦。这没有那么好，没有那么好捡，开玩笑的啦，没有那么好捡啦。这个还是特别要知道的人才有办法来种。它特别需要什么照顾吗？要怎么照顾它吗？它初期的话就是要够湿。哦，水分要足。水分要够湿，对。那如果它抽苔，对，就是要种粉。什么叫抽苔啊？不懂。就待会我会告诉你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种小的，因为它比较慢开花，对，所以我们就先养球。对，养球。那刚刚因为它要给它开花，所以我们种比较浅。那这个要养球的话，你就要种深，所以等一下就把它整个埋掉。这个整个埋掉？对。埋掉？你确定它是可以长？确定。我埋喽。埋。对，就这样。对。哦，没错。它很强壮哎哈。是。哇，那你像这个怎么办？也要埋掉？对，就露出一点点就好了。这里，这样，对，就把它埋深。晚香玉又名月下香，原产于墨西哥和南美，喜欢温暖且阳光充足的环境。利用分球法繁殖后，大约3个月就会开花。据说晚香玉的花语是危险的快乐。这么矛盾？来去看看晚香玉究竟长什么模样。好，你看我们这个就是晚香玉，夜来香，我们称的夜来香。这个品种是白色的重瓣。花瓣是重瓣，它真的蛮妙的。为什么叫夜来香？它晚上开，然后晚上特别香。其实它白天也会开，但是白天开的没有晚上这么的茂盛。而且听说，就是只要夜来香开花的时候，那个香味呢，谁都挡不住它。对，你旁边有再香的东西都挡不住夜来香。对，它的味道非常的浓，非常浓郁，对不对？但现在没味呀，因为太阳太大，了，都晒到干掉了。我遮起来，遮起来看会不会开花。好，懂了。但是我怎么觉得这个东西看起来，我对它有点面熟哎。
我不知道怎么说，我应该是看过这个东西耶，因为我们以往看夜来香，我们只有看到花，对不对？是。我们不会去看到它整株这样子。对。但我怎么觉得它有一点点，我有点面熟哎。因为它可以入菜，你是不是曾吃过它的笋当菜啊？对。晚香玉笋，对不对？对。晚香玉笋哎。但是你们这里都是开花了，就不会有笋啊？有笋，但是不多，因为我们的主要的是要它的花朵，我们不要它的笋。所以你们就是我们都会给它开花。所以花农就是，当然花农就种花嘛，我们就是让它一直养到开花。但是如果不是花农，你要取笋的话，就还没开花前的那个晚香玉笋，对，我们就把它取下来，对，就可以吃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我等下做给你吃。好，我太强了这个。来，我们来找找看哪里。这个啦，对，这可以摘吗？可以。我已经忘了怎么摘了，对，找到一个地方。以它最嫩的地方。对，你加了。对。哦，对，就是这个味道，就是这个味道。你看看，哦，要看稀的这个，哇，这个就是。哦，好香哦！它就是笋味、笋味呢，笋阿味。虽然叫笋，它这个是它的花。花是吃花。对，然后这个是它的花茎。花茎。对。所以大姐，你有吃过吗？没有。你看，花农就是种到让它开花，所以你根本不会想要吃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是要用它的花。那一旦我把它裁掉，我就没有花了，所以我根本舍不得吃。对，花农就是种花嘛。来，那我们今天哈，因为我来了，我很舍得吃，我们多采一点点，等下来做菜。好，试试看。那我们开始来采喽。好，走，看这个可以吗？可以，这个也可以，对不对？对。其实哈，那我们大概就是在15公分对的地方啊摘下来。对，这样可以。哇。来，我再来找，这里也有啊，这里也有。对。晚香玉笋，再找，真的很少哎。很少，对啊。在花农里面来去找晚香玉笋，真的是一件很浪费的事情。对啊，因为完全这完全舍不得吃啊。哎呦。 3年前，钟大姐开始种植晚香玉，为的是在冬天玉兰花缺货时，以晚香玉取代作为香花贩售。晚香玉以前在台湾主要作为观赏型花卉，20年前由于产量过剩，云林的农民将晚香玉转型，从花农变菜农，成为餐桌上的新宠。 不但曾在国际美食展食材组获得冠军，更曾创下每公斤2000元的历史高价。这么厉害的食材，我居然没有吃过。晚香玉，我们今天要来做的呢叫晚香玉笋。本人连炒都没有炒过，吃是吃过了，但是我对这个食材其实没什么概念。 摘完第一点，我们今天要来做的呢叫晚香玉笋。本人连炒都没有炒过，吃是吃过了，但是我对这个食材其实没什么概念。它看起来就很像是芦笋，所以我打算用芦笋的方式来处理它。然后今天用等于算是晚香玉笋炒虾仁，还是虾仁炒晚香玉笋，非常简单。我们现在来做，开火，把这个锅子呢热起来。 以食材的部分来说，虾子呢需要比较久的时间。我们先下虾子，因为晚香玉笋我等一下打算用酒下去把它焖熟，其实很简单。你来试试看哈，来一点点油，然后丢一点点蒜头，哔哔啪啪的时候，我们再把虾仁下去。 因为虾子会比较需要时间，我们大家炒到大概半熟了以后，然后再开始下一些比较快熟的东西，你再弄一点点，调点颜色喽。这个切得很豪迈啊！主角晚香玉笋下去，
不要怕，豪迈的全下。OK， 然后就这样拌炒它一下，准备好锅盖，准备好酒。下去用焖的把它焖熟，焖到熟一点点，然后等下开锅盖了以后再拌炒一下，再加一点蒜头，然后调个味道就好了。哇，哎，晚香玉笋炒虾仁。所以现在才知道哈，就是说，夜来香，它不是只有晚上你闻了会香，对，它拿来做菜还是这么香哎，对，好香，有够香的。你要先吃哪一个？我想，你先从我跟你讲，从清淡的开始。好的，来。对，你先试一个看看。哇，什么感觉？是不是很酷？有点这样，玉兰花跟野姜花的香味，综合的香味。也带一点人参的味道，对不对？然后也够，它的甜味也有出来，超好吃的。这个真的是，哇，你只卖花太可惜了。对，所以我现在要改不同的路线来走，真的，对，来试着做晚香玉笋。哎呦，好，再来给你试一下这个，这是炒，清炒。它不同的味道，对不对？对，我有加了一点点酒，然后加了就是这种台菜的方式，它有显现出它特别的那种鲜味。哦，真的好新鲜哦。然后小豆也很会煮，没有还好，超棒的。我这是跟几个大师讨教的做菜方式。真的哈，那这样子要教我怎么煮。好，你要想知道是不是？对，看播出，如果自己还没有很会的话，再重播看一次 ，YT 频道也可以看。真的哈，那我一定要学起来。对，这个方法哦，其实你知道，这个晚香玉笋它会变脆，看哦，很搭，好脆，超搭的。而且这晚香玉笋它就是它天生就有一个参味，对，然后人参的味道，也有那个甜味，好好吃哦，比芦笋还好吃。哎，我自己也不知道说这个东西可以这么好吃，你没吃过？第一次，你是第一次吃到？对，好吃哦，好吃，超好吃的。所以你说它是夏天开花？我们要用它的话是冬天。冬天的时候，因为夏天它太阳太大，花会就是干掉。对，所以就经济价值就不要那么好，就没有。对，所以你夏天的时候可以改个方法。对，所以我夏天现在要改种晚香玉笋。夏天种晚香玉笋，冬天的时候再来收成花。再收花朵，对。哇，好开心，谢谢。哦，谢谢，超好吃的，真的好吃。大哥要来一个。信不信？脆不脆？对不对？来。哎，我找出一点，这个一定很大声。哎，让你听看这个脆度怎么来。前人种树，后人乘凉。100年前，阿贵大哥的曾祖父种下了几棵小树，100年后，小树茁壮成为大树，撑起家族生计，庇荫着家园。欢迎大家有空来坐坐，闻着花香，听着花和树的故事。嗅觉是唤起情感记忆最敏锐的感官。我在新竹香山展开了一场美味的相遇，而这股迷人的香气将成为我对香山难以忘怀的记忆。
喜欢吗？记得按赞加订阅，台湾第一的，开启小铃铛哦。